提升自然农场的创办人张玉和董事长，他要和我们分享的不只是他人生的转折故事，更是他如何善用土地与有机农法，以实际的行动推动一场蔬食文化与环境永续的改变。让我们再度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张玉和董事长在从大同有机农业的结上人生的故事。谢谢大家，让大家能够多一点时间听我讲一点小故事。好，沿用前面两位讲者，我也是全素。我1991年吃全素。91年的5月呢，我跨入了职场。好，那我们的老东家，在我这样跟着他1年半的时候，他想要顶浪，那顶浪的费用是120万。那时候变成我想要，他希望我变成老板来经营。那回到家，我想这重大的事情一定要跟夫人讨论。好，这个就是我夫人，然后旁边这位有非常有智慧、成功的男人一定要有最后才有智慧的时候，就跟他讨论我们那个老板，他想要120万卖给我，那我们自己当老板，那我太太呢就跟我讲第一句话。这样做有没有工钱啊？我说有啦，那时候很多海外归国学者、工研院、科学园区很多主管他们都要搬家。好，那我们早上我们有2台小货车，有2位员工，连我3位，我们一个早上搬一个家5000块，下午搬一个家5000块，然后呢我们收入有1万块，那3个人一人分2000。啊，那我还剩4000，我自己得2000之后，还有4000公司还可以营运，所以说这个工钱是有的。好，他就说，好，那这样子我们把它顶让下来，好，但是有3步政策。第1步不交际，第2不应酬，第3不给回扣。哇，这个3个条件，只要在当时的社会做生意，真的是步步艰辛啊。但是呢，我们的故事就从这样开始，啊，我们把故事顶让下来。好，3个人公司开始了班，这是1992年的时候，这个是今天提升公司的规模，从3个人变成800个人，这里面有一个小转折，好，右边是我们农场。左边是我们起重业，这个总共加起来大概800人。好，那这里面有个转折，前面1992年到2005年，我们公司已经成长到300多位员工，从3个人已经成长了100倍。那2005年之后到今天20年的时间，我们公司人力上成长了170%。但是我们的营收是200多%，创造成长200%，这里面是什么所造成的？待会我们来听听看。好，这是我刚刚开始，这是一个光照机台，半导体的前端就是要做光照啊，这个机器非常精密，不能震动啊，不能还有它的温度控制，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都要把它安置进去。这个95年我们全体的合照，好，大概成员连我大概58位，好，看起来有没有像学生时候的毕业照？有没有像当兵？因为知道当兵时候的那个全体合照啊，我们是穿绿色制服。好，在1998年的时候啊，我们真的很荣幸得到台积电的董事长的荣耀认证。他并购了，大概是时间应该是1998，他并购了一个德基这个厂。他在3天后，他巡视这个厂区的时候，走到一个码头卸货区，就看到那拆箱卸货的那个起重公司
是橘黄色衣服，不是我们绿色衣服。他就问隔壁的他陪同的主管，他说：“哎，怎么还是他们在搬呢？怎么不是我们的团队在搬呢？”那些主管吓一跳，董事长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我们是经过他认证，当然他怎么知道我也不晓得，因为他的位阶太高了，他的位阶太高了，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他见过面，没有跟他通过电话，没有交换过名片，从来就没有见过的一个人，但是他知道我们公司在为他们服务，甚至我们的 PU 订单都不经过董事长批的，他们公司的只要经理批就足够，订单就下给我，所以真的我一直很纳闷，但是很荣幸得到他赏识，马上说换就换，被他认证通过。好，我们故事进展，因为当时台湾2兆双芯，一个是半导体，一个是面板。好，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已经有接触到，已经在做半导体，所以我们2个半导体跟面板都有参与。我们的员工人数就成长到300多位，但是呢，我的身体健康出现了状况，我好像我自己觉得好像我是重金属，因为我身上产生了红斑，我想说，那我不要吃有农药的菜，我要自己种，所以我就上网去查，就第一站就跑到我们这陈卫文老师，他真的是我人生的一个大贵人。我去参观他农场，他第一件事情进去他园区就爱心、祈祷与祝福。那进到那个园区之后，他就一面的讲解。其实一面讲解，其实我都是一个大问号，因为他不施肥，他就一直收获，那个菜收获越种越好，就4年小成，8年大成。说真的，在座各位，假如说没有种过蔬菜的话，或者有务过农，真的可能会不敢相信。所以我都是一直跟着大问号。但是我在那边参观过，后来吃的午餐，我真的很压抑，很惊艳。我回家的路途中发生一个奇妙的事情。那时候到傍晚，我开车过了淡水，过关渡大桥。关渡大桥到交流道的时候，大概有几公里的路程，刚好遇到下班车潮，开始的车潮，我就跟前车保持一个安全距离。但是台北都会区的开车真的非常的那么快，就进来了。好，进来了，我就稍微再退后一点，就离了。后面又进来了，这一条短短的一个路程，我被插队了大概3、4次，可是我都没有生气，我都没有 OS， 我没有按喇叭。结果上高速公路的时候，我就想了，奇怪嘞，这不是平常的我啊，平常的我一定会嘴巴念 OS 的，第二个不礼貌啊。我想说奇怪，什么东西改变了我？我后来就想中午那一餐。陈卫文老师的这一餐，这个餐这么有能量，这个就是我要，我就开始拟定了我有机农场的方向。好，故事发展到2008年，当然2004，我变瘦了啦，真的有变瘦，务农会变瘦啊。2008年的时候，这个农场就是后来被媒体挖出来，它的原貌，无薪假农场的原貌，一个荒地，那时候本来都是森林一样，但是我们把它整出来之后，做了农业设施，菜种下去了，这个就我们的菜的收成。当时我可能我被老天爷射了一个眼睛，为什么？我那时候2008年全球不景气，8月份开始有景气就下滑，但是我很感念我们这些同仁，我不忍心裁员，那我想说让他们过一个好年，那我要再撑半年，这半年我要怎么撑呢？我刚刚高丽菜种出4斤大，我懂得种菜啦，那我只要开垦就可以啦。好，那我要种多少呢？我就算一算，我种2万颗高丽菜，1颗卖50块，4斤种，那50块一定卖得掉啊，就1000万。50块乘以2万株，另外我再种大白菜，我再种4000株，也是50块，这有200万，就1200万。
那我今天我裁员，我节省了多少？我只要裁100个人，到半年可能节省了1800万，1800减去1200，大概差600万。我觉得可以啊，我自己变就好了。所以我就开始埋头来做。我没想到半年后收成了今天，我的菜卖出去，我就不对啊，我怎么收到3？各位3是多少？不是300哦，也不是30哦，是3万块。1200万变3万块钱啊！我想说奇怪，我的算术有问题吗？我重新再算了一下啊，真的，2万颗乘以50是100万，4000颗乘以50是20万，是120万。假如说当时我算出来是1800减120，可能会考虑哦。这个我真的被老天爷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奠定了后面的继续的发展。这是08年，那10年，因为我当志工，我就参与了那个蔬食环保救地球的行列。我看到又当志工，我们看了很多的影片呢，我就看到生命受到摧残，南亚大海啸，火山爆发，地震，还有一些动物被屠宰，那地球暖化，大地在哭泣，大地母亲在哭泣，那我就心里面就很悲伤。我说这个大地妈妈一直在衰落，我就想到说，妈妈我爱你，大地母亲我爱你，我要继续的，我把这个蔬食环保救地球再给它推得更广，我要爱护妈妈。结果当我这个念头，就是我爱大地母亲我爱你这个念头一出来之后，我的脚底竟然串起了一个电流，我被电，那个电流声音告诉我说我也爱你。我那时候真的吓到了，所以我后面在办这个活动，甚至我们的有机农业我都推广的更大，甚至我们公司我就开始推我们的蔬食餐，1周1束，到1周2束，到1周3束，到1周3束的时候，但是2011年的10月份，有一位主管提议说，张总，我们公司能不能把素食餐变成政策？我心里想说，不错哦。好，那我就问大家，那我们来表决好，那反对素食政策的，请举手。没有人举手。好，大家一致同意。好，那我们在2011年11月1号，就我们公司的素食餐的政策素食就在我们开始推，考验产生了，就11月1号开始吃素，14天后，体育的那个主管就把我拉在桌子旁边角落，他刚好工作回来，大概时间大概4点10几分吧，拉到旁边，张总，我们能不能恢复以前可以做肉？我那时候心里想，我就跑出一个念头，有两个可能：第一，你想吃肉；第二，当时是你提议的，现在你受到反弹，所以你受不了同侪的压力，所以你今天会跟我讲。但是我跟他讲一句话，说公司的政策不能朝令夕改。我们现在才10天而已，我们这样改，那以后成何体统呢？至少要吃素3个月，3个月我们再说。我心里就开始被影响，我就走到办公室，我就找我的特助，我想要了解这个冰山露出海平面这么一小块，那底下到底有多大？我要了解一下情况如何我才可以找出我的未来的方向。好，就做一个不记名的问卷调查发出去。那时候员工就差不多快要回来了，那就是我们公司的素食政策好还是不好，请大家选。就收回来，到5点钟收回来统计之后，素食政策的统计出来，3份素食政策好
实的没意见，配合公司政策，101个，素食难吃，没营养啊，全部都行 no 不行，结果就这样子，我就引起众怒啦，怎么办？哦，我需要出去外面透一口气，心情当得很低很低，就是刚才走没有几步，一位行政小姐转过身来跟我讲，张总，我有事情要跟你报告。我说什么事情？他说，供应我们公司的素食餐的自助餐老板，好，已经供应了第3家，供应了3家了，第4家，现在第4家，第1家每选1家的时候，第1天都 OK， 第2天就有声音了，第3天我们员工批评到不行，就批评到那个老板都听到了。他不愿意供应我们的餐点，3家素食餐不愿意供应我们餐点，我们还要继续干下去吗？哦，心情我就走出去办公室，哦，心情当到很怎么办？没人要供餐，员工又反弹，我就看到我一般我们公司我会做一个白板，让员工知道明天的工作是什么，好，那什么在哪里？要在那里报到，几点钟，联络的电话，啊，这个白板，我那个工作的白板是满档的工作，生意很好。那右边呢是有机蔬菜供应的情况，供不应求，大家都很支持。好，这个墙壁的背后呢是一个会议室，啊，我这心里想，公司都没有了，他开个什么会？没有人要供餐了，啊，那我就把会议室变成厨房，自己煮了，没人帮我煮，我知道自己煮啊，那就自己煮啊，就会议室就不要了，公司都没有了，还开什么会？不要开了，就变厨房，右边那个蔬菜，什么热销，我说不要卖了，自己吃剩了，我们再来卖，所以呢，我们就有机供餐，7天后，呈现在餐桌上。就这餐桌，员工非常的踊跃，等我出去吃的时候，一盘一盘的餐盘都空的，剩下白饭跟汤。结果我就碗装的白饭拌一点汤，但是这一餐是我吃过最美味的菜，好感动，我很感动我们员工。那2011年，这隔了2天，我们开了一家西式的素食餐，那绿色集开幕，我们就盛大邀请媒体记者，邀请了14位，但是有一位肉，他说他要去度蜜月，那13位来，我们就跟他给他一个丰盛的餐点跟他聊天也聊到了这个农场的故事，他们说，这是个很好的题材。很棒的题材可以播，可是13位记者都没有播。12月27号，结果我们鼓起那位去意大利度蜜月的那个联合报记者张念慈，这一位记者是我的一个贵人，然后呈现出来，他是一个这个报纸的一个媒体记者，27号采访我，我怎么就这边摆一桌丰盛的一个餐点，跟他就闲聊。也是聊到了这个农场无薪假农场，但是无薪假农场是他命名的，不是我命名的。我只知道我去做，那个不是我命名。到12月31号，他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无薪假农场。我早上7点钟，我就被电话叫的就是媒体一直说要来采访我，好多个节目说要采访我，我就安排个地点让他们拍摄。我觉得我记得没错，大概是4家还是5家，就他们共同拍摄之后，晚上就在媒体在新闻就播出来，就让大家都看到。